20秒能干嘛？连一碗泡面都煮不熟。但在游戏世界里，超过2000名开发者用600多个作品告诉你，20秒可以玩出超多花样。你可以逃离一栋危机重重的房子，可以拆除一颗炸弹，甚至还可以去跑外送，太扯了吧！Hello， 欢迎来到伊萨的游戏乐园。去年11月的时候啊，我以一个游戏开发小白的身份，参加了 itch.io 上面的 Game Jam。Game Jam 简单来说，就是游戏开发者的限时同乐会，通常会有指定的开发期间跟游戏主题。交稿后，大家会互相试玩彼此的作品，给一些建议。那我这次参加的是20秒 Game Jam， 顾名思义，游戏里的游玩时间不能超过20秒。因为它允许的开发期间还蛮长的，也没有排名的压力，所以对于我这种还在新手村打史莱姆的开发菜鸟来说，真的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活动。今天这集想跟大家分享20秒小游戏会有怎么样的设计，还有几款我觉得挺有趣的作品。游戏连结我都会放在资讯栏，大家如果有兴趣，建议亲自玩看看。那就开始吧。第一类型呢是逃脱类，我觉得现实跟逃脱根本是天作之合。这个类型的参赛作品有一款叫做《午夜凝视》，那是一款带着悬疑跟紧张感的现实逃脱游戏。除非你是天选之人，不然应该是需要多玩几轮才有办法找到逃出房屋的方法。它总共有9种结局哦，故事线比较隐秘，玩起来像是一款游戏的序章。为什么我要这么郑重的介绍它呢？第一是因为 itch 上面其实欧美用户居多，很多游戏没有中文，那这款有支援中文，大家可以放心的玩。第二是因为这是我做的啦，哈哈哈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帮忙支持一下我的心血。那另外一款我有玩到的逃脱类游戏叫 Grid Rush， 也是限时逃离，要在短短20秒内尽可能多吃道具，然后完成逃出任务。整体游戏氛围是比较有速度感的。有趣的是呢，我发现这个开发者跟我的脑波对上了，我们都用了蜡烛的衰退来呈现剩余时间跟急迫性，这个巧合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第二类呢，我把它称作反应类。这类的游戏就是主打一个老少咸宜，没有什么上手或者是语言的门槛，就是拼反应拼高分。像是 Makeshift， 它是需要眼明手快的 QTE 游戏，里面还放了角度判断来提升难度，我觉得是很可爱的小巧思。然后还有一款叫 Circle Panic， 你要努力避开障碍物，看能存活多久。它的音乐有一点复古，我觉得代入感超强的。然后它的那个图形玩起来很像在做眼科视力检查。再来另外一款呢叫 Color Sync， 是快速点击指定颜色，玩法直觉，然后又非常符合这次 Game Jam 的主题，很适合用触控萤幕玩，是个连小朋友都可以秒懂的游戏。那第三类呢，我称它为任务型。第一款 Deliveroo，你是个送货员，但你要在时间内用踢的把包裹送达至指定房间，很符合这次的主题，而且超让人上瘾的。那印象开发者说之后会上 Steam， 我还蛮好奇，如果把游戏时长拉长，整体的机制会怎么设计。第二个是 Plain Cold Spawn Defusal， 限时解开多个益智小游戏来拆弹，但我必须承认，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它的时间里面成功拆除过。到底有没有人能破关呢？赶快来挑战看看。那第三款呢是 Chaos Palooza， 点子很酷，就是在准备时间内，然后你去乱调交通号志，游戏开始后呢，你就可以欣赏自己造成的交通大乱斗，非常的舒压。最后一类呢，算是奇思妙想，可能是比较具有实验性的作品，比如说 The Unknown， 它的操作是很简单的，只有前进跟后退，但是它的核心是想要让玩家静下心来，然后感受自己的内心世界，玩完可能心里会有一种平静祥和的感觉。这次呢 Game Jam 有大概600多个作品，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自己其实也没有办法全部玩完。如果大家有挖到其他宝藏游戏，或者是对影片有任何的想法，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。如果你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，也请帮忙多多支持，我会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。那就下期影片见啦，拜拜。